咱的這美人榜裡，當然首先肯定都長得美啊，但是他身上還附加了你從一個少年開始，當然後來你成年啊，你到中年，你對美人的不同的想象。少年的时候，你想象那個極為清純，然後極為遙不可及的一個長髮在夕陽裡，這個你都沒有想過去擁抱他，你只是想他在那裡有一雙清澈的眼睛，可能是你少年時候的想象。然后你再大一點，你当然是希望一個性感的啦，那種熱情似火的啦，那樣的一個美人然后你再大一點，你當然是慢慢說，哎呦，其實有一個靈魂伴侶，能有一個心靈伴侶，能有一個 soul mate， 能有一個紅顏知己，就是越年少的那種情愫越揮之不去，越年少时分的那些惆悵越長留心底。咱們不是經常到處在各種節目裡說到本能、情感、哲学、審美這個4個圈子嘛，我一直到現在都認為本能是最重要的。所以本能是什麼呢？本能就是食色性也，所以吃當然是要講一講的嘍。然後這個美色其實就是美人也要講一講當然美人可能現在年輕人覺得聽着好肉麻，就叫女神也可以哦，反正就是我心裡頭的10大女神嘍。或者在我心裡其實叫美人更好一點，这個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當然是排名有先後的，也沒有什麼固定的標準。總而言之，就是我這一輩子在我心裡頭，比如說美人這口井是有10米深曾經潛到我內心深處，比如說8米以上的，深入到那兒去的美人那就都算咯。這個稍微驚豔一眼的不算但是真的在我心裡掀起過波瀾的，沉到那麼深的水底的這個10位我來跟大家報告一下。先從第10名開始說當然很多大家會很吃驚但是大家知道我這個審美從小到大也有些變化，但是我們現在只說從小到大曾經深入到我心裡那麼深的人。第10名就是胡慧中。只有你的歡顏，只有你的歡顏。這歌是不是這麼唱我已經說實在都想不起來了，但是當時伴着這首歌的他的樣子還一直都在我的腦海裡。就是少年時候的我看到胡慧中第一次出現在銀幕上的時候，那個腦失血的狀態到現在都記得很清楚，以至於歡顏這部電影壓根兒我就不知道他講什麼。所以今天要講的是我們的排行榜的第10名胡慧中。說實在的，我其實沒有看過他幾部電影因為他那個最開始那個形象給我的印象太深太深了。歡顏我看了2遍，第2遍再看的時候依然還是不知道这電影講的什麼，因為依然還是他一出場彈着吉他唱歌我就已經又腦失血了，然後就開始像所有那種少年一樣到處收集女神的照片，貼滿了一牆都是，然後就看了他後來的2個電影之後就決定不看了，因為我覺得心裡好難過，因為我那麼喜歡他長的那個樣子以及他的整個的那個神態，所有的那些東西，但是他怎麼就沒趕上之前的那個台灣最好的清純的瓊瑤電影的言情片的那個最好的時代，就是被林青霞、林鳳嬌然後胡一夢趕上的那個時代。所以他們那個時候叫二林二胡，就是二胡不是拉的那二胡就是胡一夢跟胡慧中，但是二林都出道比他們早很多，包括胡一梦。胡慧中最晚出道，导致他趕上一個小尾巴，演了《歡顏》之後以及幾部走下坡路的那個時代的電影之後，就去香港當打星了。結果導致我自從看了他演的第一個《霸王花》之後，就再也沒看過他的任何電影，因為我不想在我腦海中破壞他那個長髮的清純的樣子所以就後來再也不看，就把他那個最初的樣子一直都記在腦海裡，以至於我上大一的时候找的女朋友都是照他那樣找的。自己的八卦就不多說了
但是我覺得他這個人還是很有意思。他雖然沒有趕上演出很多這個偉大的或者優秀的那種電影但是他作為一個藝人，他自己的生活中演的很像一部電影因為他的情史裡面最重要的一段，我覺得是非常有意思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他是台灣眷村長大的，當然他家裡是大陸來的眷村其實就是大陸来的軍人跟軍屬當然可能後来還擴展到一部分不是軍人軍屬，但是也是大陸来的一些軍公教做的违建什麼，反正总称叫眷村這個以軍屬為主。那我認識很多的台灣的朋友都是眷村裡長大的，比如說伊能靜啦，比如說大 S 啦，他的爸爸媽媽還把他的一個姐姐留在大陸了他的姐姐後来就变成了人家的奶奶，变成了谁的奶奶呢？就变成著名影星孙俪的奶奶所以其實她是孙俪的姨姥姥或者叫姨奶奶这個他們家看來有美貌跟演戲的基因所以他在眷村長大的時候，大家知道眷村那個時候大家看台灣老電影充滿了那種滾滾紅塵的氣息，在裡邊男孩子特別能打，在裡邊女孩子特別能愛，基本上屬於那種樣子。然後他就有一個眷村裡的青梅竹馬唐先生，这位唐先生後來變成了台灣一位黑幫老大自創的一個黑幫不是這個竹聯幫四海幫，而是這個自創的一個叫北聯幫，大概他們那個眷村和這個有點關係，在那自創了一幫派。倆人這個青梅竹馬一起長大的時候，到高中時候就互相喜歡，但是两人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这个唐先生就去創立黑幫，然後江湖打殺，他就一夜成名，演了歡顏，然後就後來又到香港，總之那時候成了這個大女神。直到過了好幾年，然後回到台灣的時候，在機場突然碰見唐先生的哥哥了，才知道原來這位唐先生一直就沒結婚，比他大1歲那個時候他已經30好幾了胡慧中，但是就特感動雖然自己其實是有男朋友的，而且也準備談婚論嫁，但是聽到這個青梅竹馬的初戀戀人，這電影裡通常這麼寫一下子就回到了那個當年的時光，然後兩人見面特別感動。第二天唐先生向他求婚，報了500萬台幣，當然這時候錢不重要了，胡慧中也是大明星，當然就表明自己要改邪歸正，要金盆洗手等等，然後居然求婚就成功了。兩人重逢的第二天，然後就去領證了。但是領證的時候，因為你想一個黑幫大哥和一個大明星，那一下就被媒體那時候雖然還沒有狗仔隊那麼厲害，但是被媒體一下就發現了，登出來。因為這麼一弄，媒體這個棒打鴛鴦，導致胡慧中徹底的就怒了，因為母親就也炸了父親那時候已經去世了，所以這個忠孝不能兩全最後只好這個忍痛分手分手以後的故事也很感動。唐先生後來就真的金盆洗手，帶領兄弟們向政府自首，然後改邪歸正，這個做點正經的白道的生意。但是呢，你曾經混過黑道嘛，你總是欠下很多債，所以改邪歸正沒2年就在台北街頭被當年的仇家殺死了所以這個故事聽起來比胡慧中可能演過的，雖然我沒有看過他後來那些什麼警匪片那些電影還要精彩。其實一直到現在，每當我看到媒體上有關於他的報道，或者看到他說他老了，他嫁了香港一個眼科醫生，後來眼科醫生還從政了，成了香港高官，是吧？好像是民政局局長什麼之類的吧。然後已經為人母，我都不看他照片，就是看到他的新聞，看到他的照片，我就趕快略過去，因為他曾經潛到我心裡，那口井8米深，我不想用其他的東西把它抹掉，所以在我心裡他一直都是當年那個胡慧中抱着吉他在歡顏的開頭唱歌，然後有風吹起頭髮那個胡慧中。所以向大家報告了一下這個第10名胡慧中，然後就是第9名。這個第9名呢挺有意思的，到現在我不知道叫什麼我不知道人叫什麼。在我們這排行榜裡有2位另一位比這更邪性，是我認識我都不知道叫什麼這位是我不認識，是我電影上看見的，就是一部偉大的蘇聯電影叫《這裡黎明靜悄悄》如果大家去看的話，不懷任何政治
立場去看啊，電影就是電影，《志玲必須敲》是全世界電影學院的教材，是不管是東方西方共同承認的一部偉大電影啊。這個導演也是真的經歷過那件事，參加過二戰，而且打殘了一條腿，架着拐杖一邊哭一邊拍的這部電影啊。如果沒看過，情節非常簡單，就是在後方搞高射炮，因為男的都到前方去了嘛，所以後方比如要地防空的高射炮兵，然后都是女兵，所以他们是一个班，大概有那么好像是5-6个人，然后被一个男的小军官带领着，然后在那後方防守。沒想到的是德國空降兵空降在後面了啊，所以他們本來在後方，結果突然間就到了第一線啊，講他們這幾個姑娘們怎麼英勇的和這些德國空降兵戰鬥，然後如何一個一個犧牲掉。然後電影的調子拍得很美，就是戰前他們的每個人的幸福生活都用那種極高的乳白色高調拍，然後戰爭中間那整個場景都用黑白拍的。當然5個女的長得都還挺好看的啊，俄國姑娘本來就長得很好看嗎？其中最好看的一個就是我的第9名，她演一個很風騷的戰前就是團長還是什麼首長的情婦，然後被人戳脊梁骨罵那種，就是啊，在軍中嘛都這樣嘛，就是你是長官的情婦，大家就會罵你。然後長得非常美，梳着個金髮大波浪頭，然後身材也非常好。當然那個年代你看到有裸體鏡頭是很少很少的啊。但是蘇聯雖然是社會主義國家，而且在政治審查上非常嚴，但是他們在性上很開放，所以對於裸體啊什麼倒都沒問題。所以那也是很少的時候看到的裸體鏡頭，所以印象也極深刻。就是最後德軍把他們包圍了，為了掩護戰友，他脫掉了衣服，然後跳進了一個湖水，然後唱歌吸引德國的空降兵們，然後德國人鬼子就圍過來了，於是就掩護了戰友當然他也犧牲掉了，但是他的美，他的身材，他的表演，以及他的這個電影的人設，當然了，這個演員咱也不認識他，也不知道具體啥樣，但是他主要是吸引我的是年少的時候對於犧牲的女性 sacrifice 的女性，然後是非常的能打動自己，所以這個角色這個演員吧，深深的就印在我少年的心裡，就無數個夜晚想起他的歌聲，他的身體，他的美貌他的犧牲，然後心痛得不得了，心痛啊，大家知道少年就是那種心痛所以這是排在第9名也曾經深入到我這口井裡的8米處。我們來說說這個美人榜的第8名林徽因，這個大家太熟悉了尤其是我是在《如喪》這本書裡還專門為她寫了一個劇本，林徽因當時是為了獻給母校清華100周年，大家都獻禮嘛，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我沒啥錢，所以我就說我出個力吧，能幹什麼呢？後來母校說你寫個劇本吧，你寫林徽因。我說是好，我寫林徽因，但是寫得很感動包括我們在之前的節目裡也講過林徽因，所以就不講很多她的生平細節呀，大家有機會就去看看就行了。主要講講為什麼她是我心中的美人吧。我覺得美人這個有不同的用處有的美人當然了就是長得美，長得美肯定不是那個最重要的主要是因為這世界上長得美的人也不少，那所以你還得附加其他的東西咱的這美人榜裡當然首先肯定都長得美但是她身上還附加了你從一個少年開始，當然後來你成年你到中年，你對美人的不同的想象。少年的時候你想象那個極為清純，然後極為遙不可及的一個長髮在夕陽裡，這個你都沒有想過去擁抱它，你只是想它在那裡有一雙清澈的眼睛，可能是你少年時候的想象。然後你再大一點，你當然是希望一個性感的啦，那種熱情似火的啦那樣的一個美人然後你再大一點，你當然是慢慢說，哎呦，其實有一個靈魂伴侶，能有一個心靈伴侶，能有一個 soulmate， 能有一個紅顏知己，反正這種詞兒多得很吧。這樣的一個美人，那豈不是更好嗎？大家一起吟詩作賦，大家一起去遠方互相能非常的懂，那當然是最好的嘍。那所以到那個時候再看林徽因，覺得哇，這樣一個紅顏知己確實是比較難找
說實在的，一個人能找到一個心靈伴侶或者这種红顏知己都很難。像林徽因這種超級紅顏知己，可以同時給好幾個人當紅顏知己。這個大家想想，那時候他們最窮困潦倒為祖國盡忠的時候，在李莊那個地方連店都沒有，很長時間在一間小屋裡，然後只有一個大木板，一個小木板大木板上梁思成在那兒这個畫中國建築史、古建築史然後一個小木板，這個金岳霖蹲在那兒牆角上寫這個知識論哲學著作。林徽因一個人在那麼艱苦的環境下，可以同時給他倆做 research， 同時幫金岳霖查哲學資料，同時幫梁思成查建築資料，一個人給俩人当红粉知己。当然了如果再倒退回一些年，在北总部胡同的时候那是这个同时还能给徐志摩当红颜知己，这个还能跟徐志摩一起吟诗作赋，然后跟梁思成一起考察古建築，登梯爬高，然后跟金岳霖一起說外語，談哲學等等吧所以你想到有這樣一個紅顏知己，一個心靈伴侶，你覺得這個是一個重要的美人。當然林徽因長得也確實很美這個民國時候的照片，說實在的看來看去說這美嗎？就看了好多人說大美女，然後仔細看說也沒看出有多美，可能那會兒照相技術有點問題吧。但是林徽因確實從小時候到長大，包括到40多歲的時候，都有一些照片風姿卓越是非常的好。當然了，家裡人也給我講很多他的故事等等。我們兩家也是一直都是世交吧。從我外公外婆這個帶着我媽從德國回國的時候，回到清華，我外公就做土木工程系的系主任，然後那時候梁思成先生是建築系系主任。大家想想蓋房子這事兒，其實主要就是這倆系，這一個就是建築系設計，然後一個就是土木工程系蓋房子。所以這兩位系主任當然是私交也很好。然後我母親也師從梁先生，後來讀清華建築系我們兩家這個在清華聖音院裡不但是門對門，而且倆房子是一張圖紙蓋的，一模一樣。這個，所以我媽跟我講說，她小的時候那時候每天下午看到金岳霖先生從後面，因為金先生不住在聖音院，住在後邊的新林院說看到金先生夾着一本詩集路過我們家，走進了梁先生家門，去給已經臥病在床的林徽因讀詩的時候，我媽說那都不用看表，那一定是每天下午4點所以大家想想，這一群當時中國最優秀的知識分子們圍繞着分享着一位紅顏知己，所以這樣的美人是非常少見的。她不是舊時代古代的那些知識分子說找紅顏知己得跑到青樓裡去找去因為這外邊是肯定找不着的，外邊只有哥們兒大家一起吟詩作賦，然後到青樓裡找找這個秦淮八艷，然後找找這個李師師，大家彈彈琴，那跟平等的心靈伴侶是不一樣的那只是一個高級智能的玩具而已。但是林徽因不是玩具，她是一個平等的跟大家能縱談世界的這樣一個女性當然了每一種女性也都有她的問題吧。這個林徽因當然對男性來說是那麼美好的美人，但是對女性來說可能就沒那麼美好所以林徽因一輩子就沒幾個女朋友，大概不是唯一的也是極少的，就是那個費慰梅費正清先生的夫人兩個人就是哪怕相隔千山萬水也互相寫信什麼事兒都跟費慰梅傾訴，包括後來的抗戰的艱苦，包括他的母親多年來怎麼折磨大家，然後當然他母親自己也很悲慘然後都寫信給費慰梅在當時民國的女知識分子圈裡，這個恨不得都是恨他的，冰心恨他，專門給他寫了一個太太客廳諷刺他。然後凌淑華恨他，徐志摩去世，林徽因拼了命想看徐志摩的那本《劍橋的日記》，就是和林徽因在一起的那時候，凌淑華就是不給，胡適據說他都不給，一直到最後的晚年死在加拿大都說我就不給他們我就不讓他看這個。所以美人來說，這可能是宿命吧這個男人都愛的美人，女人都恨，所以林徽因就是這樣的一個美人吧。
我說你是人間的四月天，笑響點亮了四面風，輕靈在春的光艷中交舞着變。你是四月早天裡的雲煙，黃昏吹着風的軟，星子在無意中閃，細雨點灑在花前。那青，那娉婷你是，鮮豔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天真莊嚴，你是夜夜的月圓。好，咱們說完了林徽因啊，林徽因是那種知性的啊，那種心靈伴侶式的美人。然後咱們從審美又回到了本能，這位最開始完全是出於本能喜歡啊，這個 Monica Bellucci， 莫妮卡·貝魯奇也是能演到特別主流的好電影、大電影的裡面的女演員裡少有的那種大性感啊，因為大性感女演员总是有很多嘛，但是他們通常演那种 B 級電影啊，甚至更低一點的，然後仿佛是長成那樣就不太能演藝術電影，或者是讓人好像覺得演技特別好啊，通常有這種偏見吧。啊，就包括我在好萊塢剛去的時候，10幾年前拍一個那種所謂的藝術片的時候，製片人也跟我講說，女演員一定要用平胸的啊，說因為你要用性感的，大家就不認為這是個藝術電影，就認為這是個色情電影。因為雖然同樣有床戲，但是如果是平胸的，長得沒那麼好看的，大家就認為這是生活啊。如果是一大美女，長得又豐滿又這那的，大家就認為這是一個色情電影啊，特別逗。當然他還跟我說了啊一些其他的，比如說床戲的時候不要有音樂，就自然聲就好咯啊，然後不要打美麗的光啊，藝術電影的床戲就用自然光等等吧，通常是這樣的。所以看到這樣的一個女演員就覺得哇，但是她演的電影非常的好啊。我其實是從 La Bâtiment 就是叫公寓開始覺得哇，這個演員演得太好了，因為那是一個非常好的藝術電影，當然後來也被翻拍，但是翻拍的沒有一個能跟原版的比的啊。原版是個法語片啊，她是個意大利女演員，但是她法語也說得非常好，當然也嫁給了法國大明星啊 Vincent Cassel， 然後這個夫妻俩還有另外一大美女，那也是一性感的大肉蛋，然後一塊仨人演的这公寓啊，是一個至少需要看2到3遍才徹底明白裡面要講什麼的，但是即使只看1遍，你也會被深深的迷幻的那種色彩吸引的。但是那裡面有很多那種場面啊，拍得非常的美，非常的漂亮，但是你一點都沒覺得那是色情電影，那是一個非常優秀的電影，所以大家看。其實就有關 Monica Bellucci 我很推薦的，其實大家也都看過的，主要就是公寓以及西西里妹的傳說。西西里妹傳說看的人就太多了啊，我最愛的大導演啊，多納多里的3部曲之一，這個天堂電影院、西西里妹傳說、海上鋼琴師，或者叫1900傳說吧。西西里妹傳說我就不多說了啊，大家都看過這電影，我只是說一個幕後的，就是這電影拍了10個月之久。大家知道通常一個電影拍到3個月就已經很長了，拍半年電影那就超支的嚴重，這電影拍了10個月之久，因為這多納多里大藝術導演也沒辦法，這個在好萊塢的話絕對不會允許這樣啊，但是歐洲大導演他就是有這種創作的這個自由啊，其中包括那一場大家記憶最深的就是德國人走了，然後大家全鎮的人來懲罰跟德國軍官睡過覺的蕩婦，然後把他毆打，然後脫光了折磨，然後等等吧。那場戲據說拍了10天之久啊，而且前幾天的導演心裡都是不想要的，就是为了連續折磨你很多天，然後直到你徹底精神崩溃了，每天都演同樣的戲，挨打，然後被泼屎，被剪頭等等等等，直到最後那演的完全他就是那個狀態了，崩潰了啊！那場戲是記在所有影迷的心裡
但是後來她演了一個，也是和她丈夫 Vincent Cassel 演了一個特別的有爭議的電影，就是《不可撤銷》。反正我看的時候引起了我很大的不適即使在以藝術電影見長的戛納電影節上，也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因為那裡有一場9分鐘長的這個不切的，在一個隧道裡的這麼一個強姦的，雖然是她丈夫跟她演，但是那也有點引起很大不適但是那個電影可以看一眼，但是最好的那個就是《公寓》和《西西里梅傳說》這2部。除了他客串的一些電影就不說了很多好萊塢大片。这個雖然他出道晚他26歲才第一次在銀屏上露面，然後演這些電影的時候都30-40歲了，但是依然我覺得他的美一點都沒被他的年齡消磨掉這是我心中的另一位美人 Monica Bellucci。來到了第6位，這個挺有意思的這個第10名、第9名分別是一個清純的胡慧中和一個很本能的性感的蘇聯女演員，然後是一個清純的林徽因和一個大肉蛋 Monica Bellucci。現在來到第6名，又是一個清純的。看來在一個男人的成長中，這清純的和性感的一直是在這個人的兩邊讓他左顧右盼一會兒看見一個清純的，一會兒就會看見一個性感的這位清纯的是誰呢？我不知道他叫什麼，而且我也查不到，不像咱們的第9名說去查查電影史是能查到這黎明靜悄悄的女主角是誰，這位是永遠也查不到除非有一天科技發展到有了時光機，或者我擁有了一個機器貓，然後我就穿越回去問一問他。這位呢是我讀高中的時候，我初中高中6年都是在北京四中讀書。如果我有一點這個自豪感來說的話，應該說一直都是北京最好的中學吧。從李瑤讀南四中的時代就是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是最老的中学嘛。你想想第4中学这个北京四中的年龄比清华大学还要老不少是屬於這個清末就有了的然後一直都是北京最好的中學吧。我高中的時候呢，住在德胜門外我們家的一套房子裡，然後讀書是在廠橋這個城裡我們那時候管2環路以內叫城裡不像現在是5環路以內都叫城裡了，恨不能6環路了。那時候出了2環路就叫出城了。我住的那地兒呢，剛剛出2環路，所以呢，我每天都要從德胜門外騎車經過德勝門，然後沿着一條從德勝門到廠橋的窄窄的一條路這條路叫什麼名字我也不知道。這北京人的坐標系和上海人是非常不一樣。上海人說這一地方在哪兒，他老說2條路的交叉這個比較國際化。比如說在紐約文人路，人說這是42街7大道，那你就知道這倆交叉點在哪兒上海人說比如說這個四川路南京路或者說延安路華山路，你就知道這2條路的交叉點在哪兒這北京人比較怪，北京人是以點坐標來指示位置，所以說德胜門往北，比如說500米1里地，或者廠橋往西都是說點，所以北京人有一問題，就根本就不知道這條街叫什麼名字。我不知道它是叫德胜門內大街還是叫廠橋北大街之類的吧，反正就是德胜門到廠橋这條路也是北京少有的幾十年也沒變過的路。我今天經過這條路還是一條窄窄的，可能寬了一點點的那麼一條長長的路，而且兩邊也沒有什麼大的交叉路，就是一直到廠橋才有一條現在叫平安大道的路跟它交叉，然後中間除了小胡同以外就是一條筆直的路尤其是冬天的時候還黑咕隆咚就開始往出騎，夏天的時候跟着人潮一起早晨的時候往南去，下午的時候往北去這姑娘呢就是永遠在我對面騎我每天從德胜門往廠橋騎，她就從廠橋往德勝門騎，看起來應該跟我年紀差不多吧，如果不是比我大1歲的話，反正就是你想那時候我15、16歲，她可能16、17歲，然後梳着一個
長長的那種馬尾辮兒，然後有那種，我那時候不知道這個玩意兒叫空氣劉海啊，反正就是我們那北京話比較土，那會兒叫屁簾兒，空氣屁簾兒。這個屁簾這個東西，在風吹起來的時候是非常的美，因為你骑車的時候有風吹来，年輕的領口也被風吹開，就反正經常會看到它。少年時候的那種心是特別特別乾淨的，就一點都沒有那種想法，就是覺得哎呀這個是真的很好看，然後就開始经常這個上課的時候或者回到家就经常想說這姑娘是什麼樣子的，想她的故事，想她的前世，想她的各種東西，然後就開始其實沒有想說跟她说話吧，那個時候自己也從來沒有真正的跟女生聊天啊，談過戀愛什麼這都沒有不像今天今天15、16歲已經這個老司機也有不少了。我們那個時候唯一的就是初3的這個畢業的時候，然後我們班一個長得很好看的姑娘呢，跟我做過同桌，这个她考到另一個市重點中學去了就沒留在4中，因為留在本校也不太容易，初中考高中的時候大概有小一半人就去別的學校了，唯一的就是跑到他們家去，然後把他約出來，他們家旁邊是玉淵潭，站在玉淵潭的湖邊，然後跟他說我們談戀愛吧，他說你等我爸下班我問問我爸，然後我也就沒有任何招數說咱們先談吧我就說好吧，他等你爸爸，他也不愛說話然後我就和他2個人站在玉淵潭邊的樹下，應該是柳樹吧，反正你看得見風，那有可能就是柳樹。等到他爸下班都沒說幾句話，然後他就去問他爸，我在外面等着，他出來跟我說我爸說了你要再來就打斷你的腿然後我就這個少年維特的煩惱這個回去了。當然少年維特比我那時候還是歲數要大多了少年維特都畢業了工作了我那時候10幾歲，所以也沒什麼經驗，然後就經常腦子裡胡思亂想。高中的時候也開始談了一個反正不是那麼有意思的戀愛吧，然後就談得也不太好不會這個故事以後再講吧。總而言之，我是一個這個發育比較晚的人，當然不比同齡大多數人晚但是比同齡的那個最能鬧最能折騰的還是要晚一點，所以就比較笨戀愛談得也不好，然後自己也沒有那種談戀愛的自信。當然了，對自己的比如說小才華什麼的還是有點自信的因為我在高中的時候有做校刊的主編，前一陣子還有一個朋友給我一份當年我主編的校刊油印的叫年輪，然後上面還有我寫的詩和散文，還有小說，竟然叫夕陽山外山，哎呦媽呀，不敢讀，不忍卒讀，反正就是那種特別鴛鴦蝴蝶派的那種玩意兒總而言之，自己慢慢覺得哎呀是不是可以認識他一下，有一天就下定了決心說我要在路上把他攔下來，我要跟他說幾句話想了很多很多怎麼開始，然後學習王朔好榜樣那裡邊有很多怎麼在街上逗女孩之類的那種小招，然後學了半天，這個第二天早上騎出去就沒碰見他他通常是這樣，我如果早一點出去呢，我就快到廠橋才碰見他，然後我如果晚一點出來呢，就剛出對門他就過來了結果那天開始我就有時候早一點有時候晚一點，總而言之就再也沒有遇見他，老天的安排吧大概是，但是讓你留了一個念想。很多的事情就是這樣，如果你把這戀愛談了，尤其給談完整了這個念想其實就沒那麼多了，因為大家都談戀愛都知道，反正大部分是那個過程吧。年輕的時候從開始熱烈的，然後這個到燃燒的我們那時候燃燒的也沒幹嘛，也沒地兒開房去，也沒想過那事兒，最多就是接個吻嘍。連那我都很笨，我到現在都記得我上高中的時候跟人接吻，
只會從一邊，只會從人家右邊。如果人家在我左邊，我從左邊我就不會了，就比較笨，每次都得繞到人家右邊去。這個，所以留了一個很好的念想在心裡。少年就是這樣嘛，沒見着，然後就每天想，結果想的這就想到8米深的井裡去了所以在我心裡，少年时候一個很完美的一個樸素的素颜的有马尾辮跟劉海的那樣的一個美人到今天還在我腦子裡，我還能想起她長什麼樣子。然後第5名呢，其實我排這個名次的時候，我一點也沒有想把它分成這2種，我就是在我腦子裡就這麼寫的結果現在看這名次，因為自己說下來才發現還真的就是這樣，就一個清纯的，一個性感的。这第5名就是一個整個電影史上最性感的大明星，或者再加個之一吧。但是可能在很多人心目中，比如我外公的心目中，他就不是之一，他就是最性感的瑪麗蓮·夢露。有個瑪麗蓮·夢露我就不多說了，瑪麗蓮·夢露大家去看就好了。這個我就講2個事兒，一個就是IMDB 是差不多公認的，相當於國際的大豆瓣，就是全球影迷自己自發建的，然後到現在也是全球影迷認為好像是最好的一個社區，大家去給電影打分啦什麼啦直到最近好像才不能寫很多評論，但是一直都是打分評論那麼一個地方文藝青年聚居地吧。然後這個 IMDB 評過好像上個世紀100部喜劇，居然排第1名的是瑪麗蓮·夢露主演的Some Like It Hot， 就是咱們翻成叫熱情似火，很有意思的一部電影我還想把它翻拍成中国版，還寫了，而且這個有機會大家可以看看那個電影，那個非常簡单而有意思的故事這個瑪麗蓮·夢露後期的電影，她狀態其實不太好，有酗酒有這那的，反正大概一共來演了10天還是10來天跟咱們講的西西里美傳說拍10個月這不一樣所以這電影就在一個酒店裡和一個沙灘上就拍完了，然後非常好玩的一個喜劇，排第1，然後前100名裡還有他的其他的什麼7年之癢等等說明她不光是一個性感的女人不光是因為她的傳奇的一生她在電影方面的貢獻還是被廣大影迷承認的，而且她排在第1名。另一件事就是當中國剛剛有互聯網的時候我們家就被裝了互聯網，因為國家先給大概這種大院士嘍、校長嘍，然後這樣的家庭先這個裝了互聯網，所以大家就很新奇有一天我的外公就跟我說因為那時候我很长時間一直跟我外公生活在一起，父母都在国外，我外婆去世的比較早，那时候還遠遠沒有互聯網，我外婆80年代中期就去世了，所以有互聯網的時候我就跟他相依為命。然后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說，他說小松你會用這個互聯網嗎？我說我會他說你能幫我幹件事嗎？我以為什麼正經事，當然也不能說不正經這事兒。我說什麼事？他說我想看看瑪麗蓮·夢露我想你能幫我搜一些她的照片什麼的。哇，我當時好吃驚雖然我曾經在書房裡看到過瑪麗蓮·夢露的畫冊以及看到過有瑪麗蓮·夢露照片的一些美國的雜誌，比如說 People 或者 Life 什麼之類的這種雜誌，但是我沒有想到在這個德高望重的大科學家、大院士、大學校長，然後這一直被人叫長老，然後当时突然提出这麼一要求，我就給他搜了一大堆瑪麗蓮·夢露照片，然後他就在那個時候還是286電腦的前面，80多歲的一個老人，然後臉上露出了那種少年般的羞澀，然後非常的可愛的那個樣子，然後定睛看着可能是他以前的偶像吧，每個人年輕的時候都有女神，可能就是他以前的女神，然後在那兒看了很久，臉上泛起那種非常可愛的少年的那種紅暈，我在旁邊看着特別的感動所以瑪麗蓮·夢露不但是我的女神也是我外公的女神，也是大概全世界大量的男人的女神之一吧還剩4位但是剩下這4位大家越來越熟悉，所以就不需要我介紹太多了，就先跟大家說第4名也是像我這個歲數的
中國那時候的少年們的共同偶像之一啊，大美人巩俐。不光是当时中国的这些年轻人们，而且包括很多其他的外国人啊，因为巩俐的很多電影都在全世界放，也相當有影響力。他也是唯一的一個歐洲最重要的3大電影節，他都獲過獎，或者他的電影都獲過獎的吧。就是先是《紅高粱》在柏林得了金熊獎，然後他主演的《秋菊打官司》不但得了威尼斯金獅獎，他還得了威尼斯影后。然後他主演的《霸王別姬》獲得了最重要的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也是中國大陸電影到今天為止唯一獲得戛納金棕櫚獎的吧。所以他是國際影后，這個國際是毫無爭議的國際鞏啊。所以有一天我跟我的妹夫，我妹夫是一德國人啊，我妹很小就去德國，所以在德國成長讀書，然後結婚啊，所以我妹夫是一德國人。有一天我問他，我說你們對這個東方女性的審美跟我們有什麼不同嗎？他說沒什麼不同啊，我也覺得鞏俐特別美。他說我覺得鞏俐就是我的一個大偶像。所以我知道哦，大家都覺得鞏俐這種美是東西方共同認同的一種美吧。她長了一個很清純的臉啊，但是長了一個魔鬼大身材。這種級別的長相，而且那個時代是天然的啊，不像現在的網紅們，那是鳳毛麟角，所以成為大偶像。我大概這輩子只見過一次鞏俐，就是在中戲那時候，有一陣子我老在中戲泡着啊，還曾經跟鞏俐他們年級的，不是他們班的啊，他們年級其他專業的我就不具體說了，某女生還那個挺好。我用這個詞兒，我覺得挺好，這個挺好那個時代的人們很浪漫，這個浪漫超過了物質的各種各樣的需求所以就也浪漫了一小陣子吧。這個那位女生充滿了中戲當年的那種戲劇化吧。我作為一個清華木訥的理工男，可能有點匹配不了這個。我還記得這個挺好的時候，然後突然有一天把我叫到中戲籃球架子底下跟我說這是我另外一個也挺好的吧，一位男生，然後咱們仨一起好好談談吧。然後那位男生因為也是中戲的，也充滿了那種戲劇感，準備跟我獨白還是怎麼着，然後我這種理工男就特別無聊，一點都沒配合。我說那就這樣吧，你們倆好好聊聊吧，我就不參與這種戲劇性活動了，我就騎上車回清華了。一個小插曲啊，就在那個時候曾經見過一次鞏俐，我記得從哪個教室啊，還是從哪兒走出來，總而言之當時腦失血，就感覺身上充滿了光輝似的那種大美女。當年咱們講這個美人排行榜的時候，經常講到腦失血這個問題啊，其實就是目前這10大美人都曾經讓我腦失血，但是後來其實都在這行了，也不知道為什麼，就後來再也沒見過。但是我看了他幾乎所有作品啊，那個時候他第一個拍的最早的好像還是一個特別短的電視劇，我現在都忘了叫什麼，他演一個家庭教師還是什麼的，穿着白襯衫藍褲子，我就只記得形象，大概1集還是2集啊，那個時候還有那麼短的電視劇，我也都看了。他們班的鞏俐、史可、金麗麗、吳玉娟、陳偉被稱為他們中戲85集的5朵金花啊！他們中戲很神奇，85集出了一群金花，然後96集又出了一群影后加影帝那是一個神奇的學校。後來我跟史可關係很好，因為我的師傅是黃小茂嘛，他跟史可曾經是夫妻，所以我經常在師傅家裡跟史可聊天，當然也聊到當年的紅高粱啊，是怎麼張藝謀那時候年輕的處女座的導演第一次拍電影，然後去選角，在中戲一開始是說這個史可演，那個時候鞏俐好像就在拍這個小電視劇，後來回來以後也不怎麼一來二去就該鞏俐演了，但是鞏俐確實塑造了極為優秀的角色。然後因為那件事當然就跟張藝謀好了嘛，
這個我要說的第4名跟第3名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跟一位導演有過很長時間的戀情而沒有結果。巩俐也是啊，跟張藝謀有8年的著名的戀情，我就不多說了，大家都耳熟能詳。總之拍完《外婆橋》之後2個人分手，當時大家還長嘆說，哎呀，你看这個其實多麼好的影壇的一對男才女貌那個時候他們確實代表了當時中國影壇最高水平的這種合作吧。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其實比我一會兒要講的蘇菲瑪索跟這個祖瓦斯基的這個結合綻放出來的藝術光芒要更大。當然了，藝術是藝術這個生活是生活，很多人在藝術上可以合作得特別好，但是生活是另外一回事，我就不講其中的細節了總而言之分開了。然后到現在為止，鞏俐好像還是沒有結婚，中間有過一段讓所有人扼腕的說，哎呀，怎麼嫁給一個商人？那個時候大家還重文輕商，還有那種文藝青年的感覺我那時候把鞏俐的所有的片子甚至照片全都收集來，然後我覺得很有意思的就是以巩俐為代表的那一代的大美女吧，有一共同点，就是年輕的時候特別保守，就是你看巩俐年輕的照片恨不能連脖子都沒露過，後來越來越成熟以後反倒放得開了。那後來大家在看到各種電影節上他當評委會主席出席各種東西的時候越來越把他那性感的那一面露出来了。年輕的時候就是穿得嚴嚴實實，然後只露出一個清純的臉到今天為止，應該說中國影壇最美的女演員吧，我依然認為鞏俐當之无愧。她當年考中戏的時候，她已經連續高考好幾年了，大家想想她上中戏85級的時候，她已經20歲了，最終可能還差幾分，也是因為實在是讓人沒辦法拒絕的容顏包括中戲，但是她上舞台所以身材也要很好，最後被破格錄取。那個破格錄取不是後來的什麼走後門那純粹就是因為實在是條件太好。所以巩俐是我的10大美人的第4名第3名刚才已經透露了蘇菲瑪索，她代表了那種歐洲式的法國式的清純優雅，她倒不性感但是她那雙幽深的藍眼睛實在是太動人尤其是她一個其實不是特別著名的電影，她演過很多著名的電影，什麼勇敢的心啦等等那種大片，但是一部很小的愛情電影叫《芳芳》，我就是通過那部電影就深深的被她吸引了，然後到今天為止，《芳芳》都是我認為蘇菲瑪索一輩子演的最好看的一個電影其實就是個浪漫的輕喜劇當然了，法國式浪漫輕喜劇一直都不俗那《芳芳》也是一部我自己特別喜歡的電影，到現在我都記得有一個鏡頭，就是他跟那個小伙子在鄉下度假，還有一家人吧，逆光的他頭髮後面是那種光芒，然後他轉過頭的側臉好像有淚水盈眶，當時把我年少的心那口井又一下刺穿了8米，深深的印在我腦海裡以至於後來我看了他各种各樣的電影，我都覺得芳芳是他演的最好的，或者叫他在那個電影裡最美的吧，那麼一部戲。他也是18歲的時候愛上一個波蘭導演，有很多波蘭裔的導演在法國是非常的優秀甚至有的偉大，像我非常愛的波蘭裔法國導演齊斯洛夫斯基拍過《紅藍白》，波蘭裔導演有很多包括在美國的這波蘭斯基等等他愛上這個祖瓦斯基，這波蘭的同志們都是司機，齊斯洛夫斯基、祖瓦斯基、波蘭斯基都是老司機，愛上一個比較大20好幾歲的老司機，26歲。18歲的時候就跟他在一起，跟他拍了很多電影兩個人一起生活了16年，然後分開了也像鞏俐一樣，分開以後到現在可能還有過幾段感情，但是到現在這個法蘭西玫瑰蘇菲瑪索還是單身。前2年吧，他來中國訪問，然後接待方找到我說你要不要來採訪蘇菲瑪索，然後你們2個對話聊聊天等等。我當時你想我都已經那麼大了，40幾歲了，但是心裡颇跳動了幾分鐘，最後我還是拒絕了，因為我不知道我面对他的時候還會不會說話，雖然我是那麼會說話一人，我怕我當時就
說不出一句話，因為那是我的女神吶。蘇菲瑪索比我還大几岁啊，當然了，我的这些女神們應該都比我大好多。蘇菲瑪索算年齡差距不大的，還有比我大上百歲的都有。她成名的非常早啊，14歲她就成名了啊，所以年少的時候就是我的偶像吧。我是想来想去沒敢去見蘇菲瑪索，就怕我完全不知道說什麼，這個怕我露出那種花痴樣子，露出那種粉絲的那種那樣子，所以就沒去。但是我的一個好朋友這個一位大學就學法語的劉歡老師去，不但見了蘇菲瑪索，而且還跟他一起錄音，而且還跟他一起登台演出，使我非常非常的吃醋这個我的法語就只能說那麼幾句。劉歡的法語，當然他的國關就是學法語的，但是他其實很多年都沒用過了，因為我們兩個特別好，年輕的時候經常在他們家一起喝酒聊天到天亮他有一個特別可愛的一個毛病，就是先是說中文聊天高興，天津人嘛就愛聊天，然後喝到一定程度美了呢，就改說英文了，然後用各种各样口音說英文。劉歡是一個這個語言天才然後通常到後半夜了，到了非常非常好的狀態，他就開始說法語了然後說我得到這時候才能說法語，因為我已經很多年沒用過了。你看他上學的時候那都多少年前了，他比我大好多級然後說我現在去法國，我得想半天，然後組織一堆句子跟人嘟嚕嘟嚕嘟嚕說一通，然後等人家哇啦啦啦回說一通的時候我就暈了。可是他自稱這法語已經這個慌了那麼多年，結果他一見到蘇菲瑪索，也沒喝酒，也沒到後半夜，他就全想起來了，然後烏拉烏拉啦啦跟人說這麼多，不但說這麼多，而且還摟腰頭靠頭，還在錄音棚裡跳起了舞，倆人，然後一起錄了那首《玫瑰人生》。哎呀，說明蘇菲瑪索這個比美酒還要厲害，這個讓劉歡同學一下就把失傳多年的法語給徹底想起來了讓我非常的吃醋好多網友評論說，劉歡老師學了那些法語，這一輩子就是為了這一天，最美好的一天，然後跟蘇菲瑪索這兒全用上了。還有人像我一樣吃醋說這個劉歡老師是世界著名女歌手接待家然後說他倆一起唱《玫瑰人生》，這一半是玫瑰，一半是人生本來德藝雙馨、很受歡迎的劉歡老師，因為跟蘇菲瑪索這樣親密的交流，導致大家都醋意大發，包括我本人在內，這個跟他絕交。就是排在最前面的2位先說說這位第2名趙雅芝，這個大概是我這一生只看過她一部作品，後來再也不想看任何她的其他作品，主要原因是她在我心裡不是一個女演員，她不是趙雅芝，她就是馮程程。我不能接受馮程程變成了李程程、張程程，我完全不能接受，所以在我心裡永遠的就只有一個馮程程那個時候剛刚改革開放吧，上海灘進到大陸的時候，那簡直是萬人空巷，因為我經常回上海嘛，我也是上海長大的所以上海當時放上海灘的時候，就街上一個人都沒有所有的人都在家裡看上海灘，都在唏噓，都在感嘆，都在流淚然後那首歌浪奔浪嘍，就我這爛粵語那風靡所有的地方。北京當時因為更嚴格一點，所以2部當時香港來的最重頭的電視劇上海灘和射雕英雄傳都沒有在電視台上映所以當時為了看這個上海灘我就瘋掉了。我當時在平安里的北京四中上学離那兒最近的差不多就是在新街口有一個工人俱樂部騎車要騎個10幾分鐘吧。那工人俱樂部裡的錄像廳賣票放錄像，這個錄像廳是我們那個時代美好的回憶
我看到韓寒導演的最新的電影《乘風破浪》裡談到錄像廳的時候，就是演這個鄧超他爹的這位，這個當年的夢想就是開一個最大的錄像廳。我其實看電影的時候還深有感觸。但是我不是經常去錄像廳，但是《上海灘》是我大概如果是全看完的電視劇是唯一的一次。每天下了課，下午就急急忙忙地趕到新街口工人俱樂部去看《上海灘》。上課的時候簡直神不守舍，滿腦子都是馮程程，而且每一集《上海灘》放完以後一定格。那個時代的電視劇電影都很傳統啊，都是最後梆一定格，然後狼奔狼楼歌起來，然後字幕起来。只要那個定格是馮程程，我就不管他叫赵雅芝了，因為他在我心中就是馮程程。只要他是馮程程，而不是许文强，不是丁力，不是馮程程他爹冯敬尧，我就不走了。所有的觀眾都離開之後，我依然一個人坐在那兒，把這首歌全聽完，把定格在錄像廳模糊的屏幕上的他徹底看到最後一格，才起身走。有一天下大雨，那天我記得特別清楚，然后我急急忙忙的就怕遲到，趕到那個工人俱樂部去看。結果到了那兒，突然發現身上沒帶錢。當時那個錄像廳的票還挺貴的啊，每天下午放2集，上海灘要1塊錢。那個時候啊，80年代初，1塊錢很貴的。但是我又沒帶錢，於是我就特別痛苦，想來想去，我說不行，為了馮程程，我今天拼了，我絕不能漏掉這2集。於是年少的哥們兒我，那時候我才上初中吧，就在大雨裡，然後就求所有的過路人說，大哥大姐大叔大伯，然後能給我點錢嗎？而且我特別實在，我也想不出什麼理由，說我流浪到北京没錢了，給個馒頭錢之類的，我也說不出口。我就只好實話實說，我說我太愛馮程程了，我要看上海灘，但我沒帶錢，能不能大家幫我一下？那個時代的人真的很有意思，然後居然就被我的特別年少的誠懇給打動了，居然就這個給5分，那給1毛，然後居然湊出了1塊錢，急急忙忙冒着大雨，渾身浸濕的衝進錄像廳，繼續去看上海灘。可能有一些年輕的聽眾沒有看過上海灘啊，我可以稍微的極為簡短的講一下上海灘說的是什麼實際上它就是我最喜歡的倆電影《美國往事》和《教父》的結合版，因為它長嘛，電視劇嘛就是《美國往事》裡面的兄弟情，以及哥倆都愛同一個女人最後嫁了不是最愛的那個，悲劇就是這麼來的嘛。然後以及《教父》就是講的整個上海法租界大教父馮敬堯一家的起起落落所以實際上就這2個電影往一起結合的時候，它處理得非常好其實到今天為止，上海灘都是我覺得華語的故事裡面編的最有意思的，整個起承轉合絲絲相扣。美國往事裡邊那哥倆就是許文強和丁力，在這個戲裡就是周潤发演的許文強跟呂良偉演的丁力然後他們共同愛上的那個女人呢，就是這個教父的女兒教父裡他也有個女兒所以教父就是馮敬堯，所以整個故事就是许文強原來是革命青年北大的革命學生，然後革命失敗了，坐了牢，最後出来以後心灰意冷，到上海灘來闖世界，然後遇上這個草根丁力這個大學生跟草根這個兄弟的感情然後他倆闖着，最後闖到馮敬堯懷裡去了馮敬堯是法租界的老大，然後馮程程從北京讀書回來，當然就会愛上许文強了，這是必須的然後本來愛情還挺好，但是又有家國情懷進來了，就是馮敬堯跟日本人合作，但是許文強是那一絲北大學生的這個愛國情還有嘛，所以給破壞了。破壞以後當然就被追殺咯，然後兄弟就要分開咯，最後丁力受命追殺许文强，但是只要他一根手指頭，把他放去香港。然後在香港本來已經跟一個茶樓裡的女的服務員都結婚了，生了孩子，但是馮程程到香港來找許文強结果這下可壞了，他爸爸派的殺手就追蹤他，
結果他見到許文強，知道許文強結婚以後傷心欲絕走了，可是殺手因此也就知道了许文強住在哪兒，然後趁许文强不在家的时候就到家把他全家都杀了，包括他的妻子他的孩子。所以许文强回上海复仇，后半段的复仇故事也很精彩，最后就是丁力帮他们俩安排，就是冯敬尧跟许文强俩人对决俄羅斯轮盘赌，最后他报了仇。所以对于冯程程来说，自己最爱的人杀了自己父親，最终也是因为绝望最後嫁了丁力，彻底心灰意冷，远走法國于是许文强跟丁力成了上海滩的新教父。但是许文强其實興趣也不大了，他想去法國找冯程程，但是臨走之前的晚上被法租界的法國人就為了撲滅他們把他打死了基本上就是這樣一個悲劇故事吧。整個非常精彩。我過了很多很多年，有一天我說我是不是小的時候什麼都不懂，覺得這個戲很好，我長大了以後再看看，我就用了大概2個晚上很長的時間，我記得把它又看了一遍我依然還是覺得很好，依然能一口氣熬着夜看完2口氣因為有點長把它看完，很精彩的這個一個故事。我也經常感嘆說，為什麼到今天反而編不出這樣的有意思的好故事呢？上海灘是香港人投票80年代最好的電視劇排名第1，那個時候上海灘之風靡到了什麼程度延續了很多年。那個風靡先是所有的男孩學許文強這個許文強有一個固定的動作，就是喜歡用食指吸鼻子，所以那個時候滿大街的小伙子都用食指吸鼻子，顯得自己特別酷一直到了很多年之後，90幾年的時候，那時候三里屯剛有酒吧的時候，然後一群年輕人在那些酒吧裡玩的時候，然後每個人都穿一個那種黑的呢子大衣，就差戴許文強那種禮帽，再拿一雙白手套了。就是那個許文強那種黑呢子大衣，那個酷那個勁兒，然後讓馮程程那麼愛他，而且是飛蛾撲火似的那種愛他，無怨無悔的那種愛他，讓大家覺得我天，我這今生今世能當一次許文強，那我就不忘7尺男兒所以這個馮程程在我心裡留下了非常非常，都不只是8米深了，大概到了9米深的地步。很長時間，現在馮程程的那種清純的樣子，其實那時候他已經結婚了，好像都有孩子了，但是我也不想知道這些事兒。後來我入行以後到香港，還有香港人給我講說，哎呀，趙雅芝當年的那些事兒我都不聽，拒絕聽。我說不聽我不聽你們香港演藝圈的那些爛事兒。在我心中，馮程程永遠就是最美最清純，他確實很清純，他的生活他的人生也確實過得很單純，不像很多香港娛樂圈的這些其他的故事吧。在我心裡，他就是最清純的，像海的女兒一樣的那樣的一個形象，永遠的在我心裡。到現在我相信他都是上海灘結尾的時候那個定格，他那個樣子所以說到他在我心裡就像海的女兒我們就來到了第1名。這個在我心中曾經真的觸達到我內心那口井的最底部10米深的這位美人，就是海的女兒。海的女兒大概代表了在女權主義之前咱們現在把這事兒說清楚，因為安徒生寫這個童話的時候還沒有女權主義所以代表了舊時代的舊男人吧，對女性的最美好的向往，美麗、清純，充滿了愛，飛蛾撲火，等等等等，這一系列的美好都集於一身。海的女兒也是差不多童話裡面的，不知道是不是第一個，但是最重要的悲劇的童話。他把童話從比較淺的給小孩看的，變成所有的成人都能看，都能為之居一捧淚的那樣的偉大的文學作品，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以至於現在到丹麥哥本哈根去旅行，最熱的旅遊點也是港口裡的海的女兒那個小美人魚的那個雕像，然後擠滿了遊客排隊在那兒拍照。我到現在記得我小的時候看海的女兒，包括海的女兒那本童話書裡的那鋼筆素描的插圖黑白的
海的女兒那個樣子在那兒，然後我自己愁腸百結，抱着那本書哭得不行不行的，然後那種愛情太陽升起的時候自己成了泡沫，自己忍受委屈，把声音最美好的歌喉献给了巫婆，然後换取一双美麗的但是讓自己无比疼痛的腿，去给王子和他的新娘跳舞。哇，看到那个时候少年的我簡直是，我猜大多数的男孩年少时候看到海的女兒可能都是这种心情，甚至有这种夢想，说长大了以后虽然我们不是王子，但是如果遇見這樣一個女孩，一定不會辜負她，一定不會跟她擦肩而過，一定不會去娶別人，一定會和她永遠的在一起。海的女兒其實是可以寫成長篇小說的一個東西，但是寫成了這樣一個短篇的童話，它的那種能量密度是巨大的。我不知道今天的少年們還看不看安徒生童話啊？讀不讀海的女兒？如果沒有讀過，那一定要讀一讀，那是童話的歷史上最偉大的詩篇之一。所以海的女兒從那個時候直擊我心底，一直到現在所以聊完這10大美人，最後可以稍微總結2句，就是越年少的那種情愫越揮之不去，越年少時分的那些惆悵越長留心底。我自己歌裡也寫過，相信愛的年紀沒能唱給你的歌曲，讓我一生中常常追憶。都是那些年少的時光，都是那些懵懂的時光，都是那些在夕陽下希望有一個長髮女孩在你對面，然後無比的懂你的那些成長。那些每年9月開學的時候，風吹開領口，就覺得一定會有愛情在等着我，雖然不知道是什麼，但是因為這個等待，因為覺得有人在等自己，就充滿了惆悵和喜悅的成長。